从小到大，我相信在各位的朋友圈当中，一定不乏有非常特别的人，他们有些特别的瘦，有些特别的能吃，而有些却特别的不讲道理。然而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那个特别响的人，没错，那就是你身边的屁王。如果各位身边有这类的朋友，请务必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他看，因为他遇到对手了。至于谁的屁更厉害一点，咱先卖个关子。其实据我观察，我们生活当中大部分人其实都挺爱放屁的，只不过有些人可以通过经验随意控制大小，而有些朋友则没有这么在意，直接释放，于是就变成了大家公认的屁神。其实这都没什么，放屁是再正常不过的生理现象了，虽然没那么优雅，但憋着肯定是对身体有很大的危害的，所以想放就放吧。而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屁王，他可不是以量取胜，而是可以自由控制自己的括约肌。可能有小伙伴们要说了，我也可以控制啊，大声点小声点自由切换而已。但是这位屁王的括约肌完全可以撑起一场歌曲表演，连皇室元首都争相前去观看他的演出。那下面咱们就一起来看看屁王的最高境界吧。还记得语文课本当中的那篇口技吗？经中有善口技者，一拙一矣，一善一扶持，就能模仿各种声音，堪称人体变声器，让观众们感到身临其境。当然了，按照古代口技达人的技术，屁王肯定是差远了，但是他悠扬的屁声足以把台下的观众逗得捧腹大笑，舞台表演效果也是拉满。下面我们就来看一小段他的精彩演出。Fait de l'éléphant en mat d'enfant. Fait de la girafe en train de se monter debout.视频里面的男人名叫约瑟夫·霍普尔，是法国著名的放屁大师。没想到吧，放屁还能练成一门艺术，还真的印证了那一句老话：360行，行行出状元。这一切都得益于他优秀的括约肌操控力。约瑟夫能够随意用直肠吸入和吐出空气，从而制造出各种各样的声响。为此，他被称作为世界上最会放屁的人。什么放屁狂人、职业屁王、放屁音乐家，都是约瑟夫响亮的称号。1857年的6月1日，约瑟夫出生于法国马赛，父母都是来自于泰加尼亚的移民。由于家境清贫，约瑟夫小时候就在面包店当起了学徒。在某个夏天，约瑟夫和其他小朋友在海里游泳，他把头埋在水里屏住呼吸，忽然感觉到有一股清凉的寒气从后背透了出来，他惊恐地跑上了岸，发现水从肛门里面涌了出来。约瑟夫这才发现自己的特异功能。后来他应征入伍，开始向战友们展示自己的特异功能，可以把盆里的水直接吸入直肠，然后喷射出将近5米的距离。战友们纷纷起哄，有屁王的地方总是热闹非凡。后来约瑟夫退役回乡，开了一间面包店，这一特殊才艺也为他招来了不少生意。顾客们都喜欢听他用屁声模仿各种乐器，每天门口络绎不绝。很快约瑟夫成为了小镇上的名人，屁王的消息不胫而走，大家都建议他登台表演，肯定能闯出一片天。大约在1887年，约瑟夫决定在舞台上展示出自己的能力，没想到初舞台就大获成功，这给了他很大的信心，开始练就更有难度的表演，比如用屁吹灭蜡烛，模仿炮声、雷鸣声、男高音、女高音。约瑟夫甚至能够用屁模仿出各种乐器的音色，演奏出《我的太阳》和《马赛曲》。总之，在他的潜心研究下，他放屁的技能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。派托曼是约瑟夫的艺名，在法语里面是放屁者的意思。后来这个名字也成为了约瑟夫专属的表演风格。可能有小伙伴们会担心，放屁表演会不会把观众给熏死啊？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，因为在每次表演放屁前，约瑟夫都会给自己灌肠，把自己的乐器好好洗干净，让屁完全没有味道。1892年，约瑟夫搬到了巴黎，在当时红磨坊上演出了最时髦的歌舞表演，孕育了许多知名的演员，是许多人心驰神往的地方。约瑟夫向红磨坊的经理查尔斯展示了自己的屁功，男女不同性别的中高低音都能完美复刻。查尔斯听完后笑得流眼泪了，这可是不可多得的表演天赋啊！随即就录用了他。这位经理还表示，不久之后，约瑟夫绝对会成为整个巴黎最风云的人物。终于，约瑟夫如愿登上了红磨坊的舞台，站在了观众面前的他，穿着亮丽的红色外套、黑色裤子和白色手套。他大声宣布：“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很荣幸地为大家介绍一个关于派托曼的表演。我是一个可以随意放屁的人，但请放心，不会伤害到各位的鼻子。”约瑟夫模仿的声音可以说是五花八门，新婚之夜的声音、金戈铁马的作战声、
动物的叫声、大炮的轰炸声等等，观众们笑得前俯后仰，捂着个肚子。这真是苦了那些身穿紧身胸衣的妇女，本来就快要被勒死了，还笑得快断气。据说曾经有观众真的笑晕了，紧急送进了医院。后来这名观众的家属还把约瑟夫告上了法庭，最后只能赔钱解决，一时间不知道该站谁，看来最后只能怪他的屁声了。为了呈现出更完美的舞台，约瑟夫有一次还将一根长长的橡胶管插在了他的后面，另一端插上了一根香烟，通过收缩肛门肌肉，开始用屁股吸烟，吞云吐雾。香烟灭掉之后，约瑟夫又摇身一变成为了长笛演奏家。最后他用屁一个一个的熄灭了舞台上的煤气灯，完美的结束了这场表演。反正无论在什么地方的舞台，只要约瑟夫一出现，绝对是全场轰动，因为屁王来了。在红魔方的那些日子里面，约瑟夫每场表演可以拿到2万法郎，是其他演员报酬的2倍，一下子成为了当红辣子鸡。而约瑟夫的成功原因，除了老天爷赏饭吃之外，也离不开他的坚持不懈。他一直会创新，推出新的节目，再加上优秀的控场能力，有他在的舞台总是高潮迭起，喝彩不断。本来放屁并不是什么文雅之事，但是到了约瑟夫这里，反而成为了雅俗共赏的节目。许多名人都来参加他的演出，比如英国的爱德华7世，当时的威尔士亲王，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2世，著名精神学家弗洛伊德等等。有人担心约瑟夫经常表演放屁会不会损害肠道，减少寿命。确实一开始我也是这么觉得的，但是后来得知他小时候刚发现自己这个特殊才能之后，母亲就带他去了医院，医生一笑了之，约瑟夫果然是天生的骨骼惊奇，频繁放屁并不会影响健康。医生还开玩笑说道，建议他远离水源，省得吓到别人。这么说完，家人才放了心，得知自己没有什么怪病之后，约瑟夫才敢踏踏实实的放屁。后来因为一系列纠纷，约瑟夫离开了红磨坊。他并不担心自己的未来，并想趁此机会征服新一批的观众。果然，约瑟夫一路横扫欧洲，走到哪里火到哪里。然而，红磨坊失去了最成功的演员之一，痛恨之余，马上推出了新的竞争节目，那就是蒂博小姐，号称是女版的屁王。但是观众又不是傻子，很快就揭穿了该骗局。1914年，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启，战争带来了无休止的动荡与不安，人们无心娱乐，约瑟夫也受到了惊吓。他的逗乐表演已经不符合时代的需求了，于是他选择退出了这个舞台，回到了家乡马赛，继续经营着面包店。晚年还开设了一家饼干工厂。1945年，约瑟夫去世了，享年88岁。根据他儿子的回忆，父亲退休之后依然还保留着当年的习惯，每天早上都会用2升温水给自己灌肠，保持卫生。约瑟夫的传奇一生启发了许多艺术作品，他真正诠释了放屁也是一门艺术，人们会永远记住这个爱笑爱放屁的男人。如果哪天有人嫌弃你放屁，就给他看看这个视频，可不要小看了一个屁，也是能放出名堂，成为艺术家的。毕竟艺术不分贵贱，能够让人引起共鸣，得到观众的认可，就是好的艺术。当然了，公共场合咱们还是要文明一些的，如何要放一个礼貌而不失优雅的屁呢？在座的各位，有没有技术人员来支个招？那在这里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，如果你没有大量食用肉蛋奶这类食物，屁却很臭，那可能就是肠道出问题了，请及时记得去医院检查哦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你们身边爱放屁的朋友有这种潜力吗？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那如果你觉得视频做得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投币。我是正正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